然后这个手腕，这个横断面没这么平啊，这样的话这个体积不就不对了吗？你看实际上应该是什么样的？这是这样的，它是这个朝向的，这才对的。注意它的横断面啊，注意它这个侧面、正面。这个手的结构呢就好很多，形也好很多，这就不错。就是这网格线呢不用画这么密集，可以再精简一些，有必要的留下，没有必要的可以去掉。这个地方有必要再画一个面。这个手的结构呢就好很多，这是拇指的侧面，这是指尖，这是前面的面，这是背面的面。就手掌和手臂衔接的这一块缺个面。比例再注意一下，这个手指都画的稍微细了一些，而且在第一指关节这个位置都是比较鼓的，你都画细了。这里可以概括成一个面，在图片中就是这块，要忽略掉这些不重要的褶的影响，才能去概括它的体。涂着明暗的时候要再概括一点。尤其是这边的暗面的边画的有点虚了。少干一些这种小的起伏、小的褶皱，多在大的块面上去下功夫。大的两岸关系。首先看形啊，很明显吧？这小手指头萎缩了，画太小了哈。然后这个手腕，这个横断面没这么平啊，这样的话这个体积不就不对了吗？你看实际上应该是什么样的？这是这样的，它是这个朝向的，这才对的。注意它的横断面啊，注意它这个侧面、正面，这个比例，这个手指头应该画到哪儿？这两个手指头到哪儿？通过一些横断线再交代这个手指的朝向，不要老是画这种交叉排线。你把这一步画明白了就 OK 了。你看上面这些线条都是来自于它的造型，你看这个线条它是怎么样贴合造型表面来排布的，怎么样通过这个线条的方向交代它不同朝向的手指头，把这个搞明白。这个调子都可以先不用上，先不要上，不是不用，是不要，就按照这个来。这个好多了啊，进步还是蛮大的。这个手的体块还不错，小拇指这一侧对应的手掌，这个手掌的根部稍微薄了一些，这里应该再厚一点。像它俩挤在一起，拇指稍微有点往后撤的这种感觉，那么就要把这根手指连到手掌这条轮廓强调清楚，这样的话就有种它俩挤在一起的感觉。如果说这条轮廓没画清楚的话，就感觉这个手指在上，就这里就感觉手指在上了。然后第二张图呢，也是这个位置稍微的薄了一些，缺了点厚度。要找准它的方向，横贯线画反了，就掰过来了，整体是朝这边的，所以说它这个方向应该是这样的。这是它的背面。